好，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早安中国节目哈，这是这个节目的第7期了哈。当然现在还是一个实验阶段。那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带来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带来那么您最应该关心的这个国际新闻，包括和中国相关的、跟美国相关的新闻哈。那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美国的东部做的哈，在纽约旁边做的。好，那说一下，我是方伟，我们另外的2位嘉宾呢，史珊先生，资深媒体人。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好，早安中国。对，好，那这样的吧，今天我们就直入正题啊。我们今天试图讲3个话题，如果时间多的话，可以再多讲一个。那么3个话题是什么？第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关税。那么这个在瑞士做的美中2国关税呢，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今天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哈。那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朋友肯定是哈，再加上美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话题。这个协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去理解哈？包括我们几个。对，我语坛人吧，其实我们意见都不太一样。对，你就听听看啊，谁讲的有道理。这个我们这个叫做不同意见的争论呢，这就是叫做什么来 ？public discourse 哈。对，就是新闻的意义，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在之前谈到过，我们也预测过，也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当时你是否预料过昨天这2天的谈判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令人吃惊的，为了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此大幅度的降低关税，突然2国之间像没事儿的一样哈。那您当时是怎么判断的？说说您的感受。好，第2个话题呢，我们其实讲到什么呢？讲到叫做美国川普做了一件跟美国关系非常大的，他为了这件事情啊，就是把美国的药啊，他要打下来，叫做50%到80%。对，因为这件事情在上个星期二，在加拿大总理去到白宫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做一个叫做什么晃动地球的一个举动。对，我还以为后来是这个把一个美国人在这个哈马斯放出来，结果不是，是指的这个事情，就是指他在今天早上签字的哈，要大大的动这个叫做美国药厂的它的利润，对分利于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及说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东西来？第3个这其实算一个冷门，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冷哈。讲的是汶川地震。对，那么现在是第17周年，对不对？2008年到现在嘛。那么从现在回顾汶川地震，我觉得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汶川地震，因为这些回顾和总结非常非常重要啊。没错。我们今天看看哈，是不是这样子？好了，我们来讲到第1个问题了，对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突然就噼里啪啦就太突然了啊，就出这么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说呢，双方各把关税降掉115%，美国从145%变成说30%。那这个中共那边呢，从125%变成10%，30对10，就这么个情况。对。然后双方说我们延后90天啊，90天我们再谈出一个结果来。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形了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形对你们来说 ，Well, it's a surprise. Yeah.Of course. Why? It's big surprise. Yeah, 其实这一次谈判啊，在瑞士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像过山车一样。最开始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媒体传出来说，中国这个代表团。谈判代表团拂袖而去啊，就是说等于见了面，谈了10几20分钟、几十分钟，然后就面部严肃拂袖而去，离开会场。然后紧接着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说，美国代表团也出来了啊，还挺微笑，说可能我们当时还猜啊，我心里想，我说这可能是不是把人训了一顿呢？这不太好啊，这种感觉啊。后来马上消息出来说不是，是他们只是去吃午饭去了。吃完午饭回来继续谈。等到谈完以后，晚上川普总统就发了一个推文。其实在他那个真相那个地方，他说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会谈，一个谈话，气氛非常好，我们可能可以达成实质的进展啊，具体情况我们看明天。就第2天呢，直接就公布了这样一个东西啊。当然这个，所以对所有人来，我是不好意思，我是在高杰说的这个很多人的当中一个，因为我确实不看好。绝大多数媒体所有的分析的这些人都认为谈不出来什么。对啊，对，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没错，这个谈不出来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双方都是就是校正校得太厉害。叫马叫得非常高啊！你知道打桥牌，这个叫得非常高，到最后落下来却是落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2个呢是中国方面一直说这个不贵了，
然后就是说是要这个战到底了，不退，奉陪到底，也不跪也不退等等啊。当然中共方面那个当初的宣传，他是说我们要谈的话可以，那你就必须得做出实质的这个退步，你先把关税降下来，对你先降下去，我们再谈，否则就没什么好谈的。你要改正你的错误等等啊。我说美方很明显是没有要改正任何错误的这样的感觉啊。然后所以这个第二天晚上谈的时候，第二天消息出来的时候，确实是相当 surprise。当然我也看了中方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就何立峰和李成钢两个人这个一起出来谈这个事情。说实话，他的这个整个发言啊，和最近几年的中国官员出来公开讲话，去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那个调子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缓和。比如相当缓和。举两个例子啊，那之前我们的强硬看到了，那调门拉得特别高，你觉得什么地方给你印象非常深？你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缓和了？第一，他没有说什么这个他只说了，他说我们表态，他最强硬的说，我们一直说这个关税呢，我们要谈就谈啊，但是不谈的话，我们也不怕。这是他最强硬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美国发动的一个关税战，这是第二个。这个都是事实啊，这个倒是真的。就其他的强硬的任何的说法是绝对没有的。当然，他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双方很平等，这个气氛非常友好，他们对我们非常尊重。然后双方的谈判的队伍非常专业，这个就是说了一大堆，就是气氛非常好，等等等等啊。这个当然他说，当时他这个记者会说的是明天有结果，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就看到这个结果了，就是谈到这个结果，这是第二个。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中国政府往后大幅度往后退了，或者谈出一个什么 deal， 肯定是有一个东西了。我当时以为是只谈了一个谈判的磋商的一个机制，因为当时都是这么谈的嘛。他说大家谈出一个机制，谈出一个牵头人一个带头人，这边何立峰，那边是这个贝森特，就是整个就是大家谈了。结果到了后面的时候，发现那个确实吃了一惊，降幅非常大。但是我知道肯定很多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呢，回过头去看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 deal 啊，我觉得是基本达到美国政府的要求了，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增加30%，第一次增加34%的关税，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以前的关税，再加上什么芬太尼等等就这些可能达到最高达到60%、70%、70%-80%的样子吧，就是说很多。但它的基本关税是34%，我记得是当时对吧？中国这个4月2号之后公布34%，所以后面加上去的关税都是当中国政府宣布要采取报复性关税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往后加。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给了中国一个万国待遇，就是跟别的国家一样，重新回到10%的这个关税去。其实你仔细看，其实是回到了30%，回到了就是34%，就跟当初的那个差不多回到了美国最一开始提出的这种要求和标准，它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对，就反正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中方那边的关税我没有特别认真的研究这个到底是退让了多少？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了。这个里面到底是只是表面的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还是有更多的承诺，还是有背后更多的东西呢？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那美国人很可能就上当了，因为中国政府最喜欢的是台下的一些交易我答应你，但是不能说出来，到时候就你哑巴吃黄连。这个是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说美国通过这次谈判，美国给了中国一个其他国家都有的一个待遇，
就是回去，那你可能中国政府说好，我把所有的报复关税全部取消了。您看了这个是中方的发言，我看了一下 Bessent 和他那个商务部长他俩之间的这个发言，上来他们也描述了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会谈，过去发生了什么。他呢描述恰恰就描述了我们本来是祭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为了美国的几个原因啊，我们的贸易巨大的逆差比拜登政府提高了多少多少，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呢我们打出了这个关税，但是呢紧接着呢只有你中国开始呢反击美国，所以我们的关税呢加上去了。所以跟你刚才讲的呢这块有点各自表述的味道啊，你应你的，但你后边不应。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美国这方面基本上他从公开的讲话，他所有的原则要求没有变，我和您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但是有一点啊，我看方伟提醒我了，其他国家的关税是没有针对美国加关税，其他国家是没有报复性的关税的。对，中国这个125是吧？115降下来，降下来115，但它加上去125，它还留了10%的报复关税，对吧？所以这个美国对中国是有一个例外，有个特殊的，对吧？是这样。对，所以方伟可能觉得这一次啊，可能美国吃亏了，或者是中共方面是不是这个赢了，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你的看法对，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其实是考虑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考虑到现在啊。你说一下我的观察啊，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关税战我跟踪了很久啊。我觉得哈，首先我先说大的东西哈，对于这个145对125这种实质的贸易禁运，川普真的是不想要，他是要做生意的，对，他并没有想要禁运，可是呢，就来个贸易禁运，两国脱钩，这在白宫里头是有很强大的一个声音的，从纳瓦罗到这个其实到卢比奥啊，其实到海克塞斯这些人就是强硬派啊，他确实是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有川普的另外一路人马哈，就是这个纽约的这些 businessman， 像卢坦尼克是川普的好朋友，没错，从来没有搞过外交，从来没有搞过政治，什么都没有搞过，对，他们就是好朋友，很说得来。然后他就跟他打电话说，哎，你要不要帮我？我要组建我的叫做过渡团队。他说，好，那我来帮你啊。他是这么进来的哈，那这个贝森特也是这样的，贝森特完全是一个华尔街的一个叫做什么来的一个做生意的精英，这是华尔街的精英。我曾经跟这个索罗斯一起组织过英镑，对，所以贝森特也好，卢坦尼克也好呢，他们跟这个因为前者要脱钩的人都有带有这种地缘政治啊，或者是国际政治这些因素在里头，那么但这一路人马呢，他就没有。啊，所以呢，其实贝森特在早些时候啊，他跟那个做媒体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一些话，我都觉得听着觉得很怎么讲呢？很正确又很天真。他说中美两国啊，这个经济是有问题的。现在呢，中国这个叫做那么大的产能，就拼命要把中国内部的叫做购买力不足哈，大量的这个生产的产品要把它 export 它的 trouble 出去，那么荡不到我们美国和全世界身上去，这怎么可以呢？这是不可以的。他怎么办？很简单呢。你中国就增加购买力啊，对，你就叫做什么老百姓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美国多做些生产，你那边呢多做些这个消费，我们就平衡了，双方能做成双赢。对，这话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做梦啊，因为那不是中共的政策，中共是他要赚钱，你要老百姓有购买力，那就得是藏富于民。那么就得让老百姓起来，真正的中产阶级起来。这有点像这个绵羊跟狼说：“哎，我们俩要平衡啊，你少吃点肉，多吃点草。我多吃点肉，少吃点草，咱们俩就平衡了。”这个当然，这个说起来确实像你说的，如果说这样的话，非常天真了，真的是很天真哈。但是呢，我确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川普跟这个叫做贝森特他的一个逻辑哈。他今天早上说了一段话，在跟那个彭博社说了一段话，我仔细看了，我觉得OK。我知道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世界各个国家跟美国都是关税战，对不对？一般都是偷偷把关税升起来啊，越南也好，对吧？印度也好，对不对？把关税升起来，那美国傻乎乎的，一直是2.5%，对，那么一直吃亏。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把他把关税升起来，或者逼着你一起降下去就好了。就是一个关税问题。可是呢，贝森特说中国主要不是关税问题，因为为什么那样的产品可以倾销进来？那么甚至所到之处啊，什么太阳能啊，这个太阳板啊，这个钢啊、铝啊，这杀到片甲不留哈，那可不是一个关税问题啊，因为它是进口进来的嘛，对不对？对，它里头就涉及到操纵汇率，对不对？你把这个汇率人民币人为的压下去的话，你就不用赚那么多美元，也可以换足够多的人民币回来，那么就是可以卖的便宜，就是
就是变相的降价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出口补贴，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对。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华为拿了多少720亿美元去打人家的那个叫做芯片战，所以呢，用这种方法呢，就是政府军去打人家，不叫民兵，打人家老百姓。那就是说价钱拉到很低，让对方根本没法活，然后就死掉，把技术买过来。然后再重新这个提价，所以从当初的高铁，我们讲过的高铁，到钢，到铝，到什么，到这个造船啊，到半导体，那么全是到太阳能，全是这一套东西。对，所以呢，在川普和起码我想佩森特他很看重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才是祸害。这个话我觉得讲是对的。要解除这个祸害，一定得说话，不然的话就是两边在那刚着，他就解决不了这个祸害。因为首先在这里有个大前提哈，他不想禁运，他如果脱钩的话，他也不用担心这个祸害了，他就是不想禁运，他就是要做生意。然后呢，因此呢，他就要拿一段时间来跟对方谈，要劝对方从狼变成羊，就是放弃你以前的那一套做法，你别那么做，太过分了哈。我就劝你把它放弃。但是我觉得有句话叫做我们俩做生意哈。这个叫做你骗我一次是我傻，对不对？对，你要骗我2次啊，那不骗我一次是你坏，骗我2次是我傻。那为什么川普在第一届吃了亏，第2次还要这么干呢？所以今天早上那个我觉得贝森特说话我就听出来了，他说他是很可笑，他这么说就像开玩笑一样的。他说 You know what？ 他说我们跟他签完第一届之后啊，他们说拜登一上来，拜登根本不 enforce， 所以我们就不 enforce 了。对，换总统了就不好使了。也就是说呢，他们本来要 enforce 的，本来说话人家是算数的，可是来了一个这个总统，这个总统很烂，错都是美国的，对，错就是拜登的，不是中共的错，他真的听进去了，我清楚的看到他听进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守规矩，只是上一次我们没有给他机会让他守规矩，对。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搞死人呐。所以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思路。可是呢，他现在如果到说我希望你能守规矩，你知道操纵汇率这个东西哈，政府补贴人家不会给你报告的。没错。你要花多少时间能抓到实证？没错。再去追人家，然后最后来个节抵抗，2-3年过去了，中期选举也过了，川普就下台了。以拖代变，对，就非常的这个天真啊。对，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贴文呢，我觉得刚开始我会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是不是极端了一点啊，过分了一点。但是你回过头看，说的非常正确。我越想他讲的越正确。他说，美国人，他说外国人、西方人，只要跟中共达成 deal， 输的一定是外国和美国。他说只要签任何协议，你肯定输。他原因在于他可以随时把它改变，但是你不会改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你们是4年、5年，或者是最多10年换一批人，他是永远是那一批人。也就是说，你们每上一批人，你都要按照西方的正常逻辑和这个正常思维跟他打交道，重新来一遍。当你认识到，哎呦，这帮人没有办法用正常逻辑去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对不起，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就换另外一批人重新来受这个教训。而他们这一批人呢，就是在中共这一批人，他是从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用一点一点的算计出来的。所以就像中国人说那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们是这一批人，可以说是从共产党一成立开始，他就算计你们这一批人。当然我们说那个说得远，最起码从现在开始，你看他就是算计你很长的时间，很多年。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官员说怎么算计美国的时候，是80年代初，我那时候还在大学呢。他们就说美国人非常愚蠢，我们只要小心谨慎，我们一定可以把它算进来。当然，他谈的是技术的问题，谈的是科技的问题。说我们可以不遵守啊，等等。他们就是说，我们只要怎么样做。美国人其实是，你看起来他很强大，但是美国有很天真、很笨的、很傻的一方面。他把人家的这种君子或者是守约当成蠢和傻。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刚到美国的中国人看美国人的这种情况，美国人真笨呐，就是太信任别人了，我觉得很容易信任。对，我觉得美国从奥巴马时代2016年开始啊，当时那个我就采访那个斯保丁将军嘛，2016年从国防部开始，美国人就开始有点明白过来了，因为斯保丁在北京做武官的，对这些在近距离观察的
美国专家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们是玩真的，真的要坑死我们。是的，然后就开始在美国各个叫做部委，不叫部委，各个部啊，去内部办seminar，一个个去教他们，大家跟事实一比，都觉得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其实美国人开始醒悟，已经醒了大概这叫做醒悟运动，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哈。甚至于到了那个金里奇，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Whole Nation Reaction，整个美国要起来。回应中共的挑战才能挡得住，对，就是自觉性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川普的团队里呢，我认为哈，根本就不缺懂中共的人，没错。可是关键是这一轮哈，这一轮主刀的人，就是我把它叫书生不准确啊，华尔街的书生，就是华尔街的书生，真的是读错了。所以，哎呀，我觉得就是我其实 so far 啊，我觉得迄今为止，在昨天以前，我认为川普的诸多外交政策，我觉得是很 make sense 的。即使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才有结果哈，但是到今天早上这个贝森特他把这个原委一说的话，我就是昏招。他最后还说了什么？他知道，他说我们这样哈，我们的这个跟对华贸易分成2部分，一部分叫做战略脱钩，什么叫？他说我们不做通用脱钩，我们做战略脱钩。什么叫战略脱钩？就是战略领域。为什么呢？就是跟美国要打仗，准备打仗要用的东西，这就是战略物资。这些方面我们要脱钩，钢要脱钩，铝要脱钩，造船造舰要脱钩。半导体要脱钩啊，这些东西要脱钩，吃的、用的、穿的、这个洗的，这个都无所谓，让他们造啊，只是叫他们不要去做刚才说的那些个，这个就不叫做偷鸡摸狗的这些行动就可以了啊，那边还是可以。你想想看哈，这就是对方呢是一个处心积虑要搞死你的一个邪恶之徒啦。这种做法，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绥靖，但是某种意义上就是绥靖。对。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这个说法，我们知道他要把产业链搬回美国的时候，美国自己的媒体都说，弄了很多的这种 video 哈，这个万斯和川普在那踩缝纫机啊，去弄螺丝，他要搬回到美国的产业，恰恰就是刚才你说的战略物资、战略行业、高科技行业，他并不是要把那些劳动密集的这些产业搬回到美国，所以你觉得是天真，但是他这个原则并没有变呢，这是一。第二个呢，如果说这次呢，其实 Bessent 到目前为止，即使呢一直攻击川普的美国的媒体，对 Bessent 的评价非常的高，因为他的表达的方式，他对市场的理解，对川普的这种外贸政策的尽可能平和的解释，他赢得了极高的口碑，所以呢，他的表述会让市场非常愿意听。今天你看这个结果一出来，不仅是他的表述的问题了，达成这么大的一个协议，纳指直接暴涨了4%，这是过去以来基本上现在已经回到了此前的高点了，就是所有的川普的4月2号解放日那20%的这个跌幅已经全部都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他表达的时候哈，就是我并不担心，就像我刚开始我觉得他们会谈出一个东西来，川普的这个团队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所表达出来的原则没有变，标准没有变，只是回到了那个原点。然后呢Bessent 和他的商务部长跟谈到的时候，包括纳瓦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就今天他在说的川普总统都是在川普总统的指导下，安排下来谈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是说你 Bessent 主导这件事情了，跟川普的原则不一样了，恰恰相反，他所有的他都是，也许像你说的似的，你觉得说那 Bessent 你去谈吧，如果川普已经吃过中共的亏，你 Bessent 没吃过，我听你们的，那你让你去做，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谈判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还有90天观察，它不是900天嘛，对不对？对，我跟你讲，川普什么心态哈？我的观察，偶尔有时候想把中共干死，大多数情况下想做生意，这就是川普的特点。所以呢，他并不是很一致的，一定待在右边，一定待在左边。他有时候中国惹毛他会很生气，张嘴就会来的。可是他过一会儿他就会变。所以呢，这没有错了。所以我一直就说，川普想做生意，他并不想灭共，他真的没那个念头。川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他确实没想灭谁。他其实不认得中共长什么样。他觉得因为中共流氓手段惹到他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会张嘴骂人家，对，甚至骂出很狠的话来。但是他主体他是一个想做生意的这么一个人。现代西方文明啊，它基本上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商业文明，就是它的重点就是做生意啊。当欧洲人到了中国的时候，他的主要目标是跟你做生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就以前中共的教科书也在说这个话啊，什么国内起义了，中国国内企业太平天国，然后这些列强为什么拼命去支持清政府？
给钱、给武器，甚至帮助清政府。因为很简单，当你这个国家乱成一锅粥，像非洲那么乱，甚至比非洲还乱的时候，这个生意是不能做的，你做不了生意。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理性的，不管你是自私还是好还是坏，这个不重要，但是你有一个理性的能控制住局势的政府在这个地方存在，他才能跟你做生意。这个就是说所以现在你看，你们谈到川普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他目标并不是说你太坏了，老子拿刀把你劈了，他不是这个感觉，他不是那种情怀或者是这种意识形态去说话的。对，他是说什么呢？大不了我跟你拼了，他也把刀举起来。这个刀举起来的时候是最恐惧的时候，砍下去了，这个恐惧就过了。最前面的恐惧就直接开干了，所以这个举刀的就是这个关税举得很高，既然对方也举了，对方就先把刀放下来，说咱们把刀都放下，他也就把刀都放下，这个是我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人放下刀以后，趁你不注意，他会马上又捅你的，他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捅你。川普政府里面有一批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包括写这个100年马拉松的这一大批人，包括纳瓦罗啊这一批人，中共最痛恨的就是这批人。最痛恨这批人，从这个羽毛军到这个蓬佩奥，是吧？一直到伯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纳瓦罗，中共非常痛恨他们这一批人，因为他们已经骗不了了，这批人是无法再欺骗的。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次 Bessent 去谈是非常有利的，没错。你不跟我谈，你要跟纳瓦罗谈嘛？他这很容易给你施压的，对不对？在这个团队当中 ，Bessent 已经是最 gentleman、最对他们最说话很 nice 的人了。如果是纳瓦罗是什么情况？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美国的媒体啊，他们习惯这种非常gentleman 的这种 official， 对，但是跟所有人谈都是彬彬有礼，这个有点像，以前中国的朝代末年的那种感觉，派出去的都是，这个非常儒雅、彬彬有礼的，但是呢，没有力量。这批人是没有力量的，你最后结果其实是不好的。像沙利文就被训了好几个小时，对吧？没错。但是你蓬佩奥，你回头他去训他们，那么这一波川普的团队当中 ，Bessent 算是属于那种风格的人，所以这次谈判呢，我觉得能下来和 Bessent 这个人有关系。但是我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所以我刚开始我觉得他们会谈出一个东西来，因为双方都受不了了，中国那边也受不了了。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习近平现在正在俄罗斯访问，那么如果他谈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东西，那他会有助于说，哇，中国非常有底气，你习近平很有底气。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下子这么大的撤步，其实我能感觉到中国的内部的情况可能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想谈的这个有关这一次中美两国谈的这个 deal 的另外一个侧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5月10号和11号，习近平都是在莫斯科，对呀，他都是在莫斯科，所以第一天当这个谈完以后离开，大家都说谈崩了，然后他们下午又回去说我们只是吃了个午饭，又继续谈，整个气氛很明显就变了。这个变了是谁决定变的吗？你相信他们是打电话给习近平了吗？说习近平决定说好，可以怎么样？因为这个做出的这个巨大的改变，中方也同时，我不管美国，中方是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可以都撤回去啊，我们好好谈等等啊。这个最后一定有一个人拍板决策，我不相信是何立峰，一定是在北京还有一位人最后做拍板的。但这个拍板，我非常怀疑是不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现在在莫斯科，莫斯科他不可能，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这个决定，他必须有他身边的那套班子帮他把各种因素谈出来，然后他来做决定。他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身边那个班子恐怕是跟俄罗斯打交道的那个班子，谈判跟中美谈判这个班子是不太可能是带到俄罗斯一直在他身边的。
所以我总怀疑北京另有其人，最后做了拍板下了决定。所以你这有一个细节呢，也被外界所发现了，就是何立峰在谈的时候呢，他说他会把这个问候带回给中国领导人，而没有说带回给习近平主席。同时呢，对，又递出来呢是李强递给贝森特的一封信，这个呢也被外界就说他正常是带给习近平主席啊，但是不说，他说的是中国领导人，这大家都画出了一串的问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表达的是谁？所以这个确实从另外一个细节上佐证了你现在的这个怀疑或者是在猜测，对吧？这个是有很多人观察到这一点。对，我一直想问方伟，你怎么看这个川普政府有一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共这个？那你说拜登政府没有 enforce，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你上来了，是不是重新可以来呢？对啊，他就是想这么做啊。他的印象是这样哈，我看过川普政府的，我忘了是哪个官员，他所说第一阶段的执行情况怎么样？他的结论是这个：他们在执行，结果我们丢了权利，后来他们就不执行了。是谁丢了权利？就是川普政府，他这么看这个问题的，他没有觉得说前面，因为你说那个时候哈，习近平有没有执行？我觉得也有啊，只是说你要时间拉长一点，你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执行了。对，但是呢，确实这个政权更替这件事情让川普的观察中断了。他现在得的结论，特别是昨天，我不知道何立峰啊是有意的给贝森特这么一个印象，还是无意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对贝森特，他是兴高采烈的说这个话哈。我说兴高采烈有一点过，但是他很高兴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拜登上来，我们的政敌上来，他们就变卦了。完全不去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东西，那几句话讲出来，我原话记不得了，就是我脑袋里就出现两个字：天真。这就是这个问题。他现在想重新来过一遍。对，他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从第一届谈的那个东西重新开始。对，就以那个为基础谈呢，上次已经谈好了。对啊，他现在就要看他执行啊。那确实啊，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它是定性不定量的，也很难说。你动不动执行上1年半年、一年2年，马上就中期选举，川普的时间就用的差不多。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第一阶段协议啊，它是在几年之内增加要买美国每年多买美国2000亿的产品，包括农产品，对吧？还有这个金属产品、石油、天然气，还有等等其他，还有机器啊，其他等等啊，这个都最后没有落实到，对吧？完全没有落实。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中共可能，如果是我的感觉我当天做自媒体的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中方可能对美国人做了某种承诺，就是意思就是说，咱们前面那个不算了啊，咱们从现在开始，咱们先落实你那个第一阶段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川普这个阵营会很开心的，就是你拜登这帮啊，他们没搞好嘛，你们这明明我给你谈好了，你们都不落实，你们这个因为政治的原因等等，现在回来它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它可以变成某一种政治胜利，所以这个中方提的这个条件是川普阵营的 double victory。这里边呢，记者在问 Bessent 的时候说：“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或者是让你觉得印象最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 ，Bessent 的回答他说：我非常的吃惊，我们在芬太尼的这个问题上，让我取得了非常吃惊的进步。”他大概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同意这一点。他说他怎么举例子？他说中方派了一个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对，跟我们负责国安的人做了非常认真的探讨。你说我们听这话，这些芬太尼的这些细节，人家是处心积虑对你打的仗，装模作样的跟你说，哎呀，你说说看，到底你有什么concern呢？懂中共的人都不会像他这样子。然后 Bessent 又说，哎，如果当时呢，在4月2号的时候，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有一个现在的这种沟通机制的话，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种你都不断的在加关税。所以呢，他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机制，90天，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你们2位看到了本质，因为你们太了解中共政权了，我们就天真一点，我们顺着 Bessent 这个讲法去天真一点。你说中国老百姓一片
欢庆，你为什么要欢庆？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嘛。他现在有30%的关税，大家是能消化得了的。那么大家是一下子我可以继续做生意了，这种压力撤销了。那么你现在 Bessent 包括美国这90天他要干什么呢？这90天不就是要实现他们那个框架吗？它的框架是什么？提高内需嘛。刚才你也在讲，提高内需干什么？让老百姓多拿点钱，多赚点钱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那不挺好的吗？如果你中国现在他自己也知道，他们也要拉动内需，可老百姓手里没钱，他拉动不了内需，他改变不了这个架构。现在是美国逼着你让去拉动内需，逼着你让中国人能赚到钱，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那只是贝森特的一种愿望哈。因为3个月之内他肯定做不到这件事情的。他是想说呢，把中共平时的那些叫做不法行为哈，不道德的行为，这种巧取豪夺的行为要把它规范住。你要承诺写在纸上，你不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写这个东西呢，中共很善于写东西，对，很善于签字，什么都会啊。所以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是现在可以说哈，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如果川普能够意识到他在 who is he dealing with 哈，他到底在跟谁打交道？他如果在这个谈判中把这个螺丝拧得够紧的话，他还是可以捞回来的。但是呢，问题在于说，他因为看不准，所以进到这个框框里头来。那么怎么指望他能很快看准？所以这点我是没有信心的哈。还有就是说，这个签下来送了2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出去，也就是说呢，中国跟你对刚。OK， 然后呢，你最后也是10%，然后让他跟了10%，对，马上我认为石破茂啊，日本首相，他说我不轻易答应你，就是从这儿学来的，而且关键是背后可能不光是一个石破茂，后来都会跟着学，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方伟，当然我们这个看法不太一样哈。如果说川普没有正确的解读中共的话，中共有正确的解读川普嘛？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认为川普是一个生意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没有看准川普要干什么。川普是个生意人，但是这一次2.0版的川普回来，他多了很多的和他过去的川普不一样的东西。我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药的事情，他动药的这件事情，这已经是在美国几十年所有的2党政府都要做的事情，喊呐，谁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今天真的下了这个总统的命令，他自己去一刀砍下去关税的时候，包括马斯克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动作，我仍然觉得他们这里边有很多和第一届不一样的地方。有了纳瓦罗，包括卢比奥他们这个团队，川普在这个团队的帮助之下，也许给Bessent 这样的人给你一个机会。90天对川普意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这90天他要去推动很多减税的政策，他现在把这个降下来的话，对川普的中期选举，包括他推动减税政策，他的压力不会很大。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仍然是觉得大家把川普解读的是不对的。今天的这个川普，他是经过了一次死亡，对内对外的这种压力，包括他对中共的这种看法，他意识到美国如果再不去做的话，美国就完蛋了。所以他下的这种决心之重和这种坚决，很多人都读错了。如果一直把川普当成一个商人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你把他知道，他真的是说神救了我，让我救美国，他多了一层以世俗的层面没有办法解释的坚定的决心，甚至是一种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倒是觉得90天嘛，他骗他90天，他还不到中期选举嘛，90天。那么你中共要怎么去做？这一次的川普他骗不了。这一次川普的团队他骗不了，这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然后我更希望呢，大家中国的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你们要清楚美国提出的架构到底是什么。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其实今天美国不做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防着。拜登政府、耶伦他们都在讲，我们绝不让中国2.0版发生。因为你们这种冲击已经掏空了，不仅是美国，别的国家的企业更受不了你的冲击。那么不让中国发生的话，你看欧盟它一直不在推进，欧盟提出来的就是所有你不遵守劳动法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进入欧盟的。什么叫不遵守劳动法？低工资、没休息，这些都属于不去这个遵守劳动法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很多中国的媒体呀，包括这些老百姓啊，你们欢呼，你知道吗？欧盟也好，美国也好，是为了让普通的打工的
中国人能多赚点钱，你们有钱了，你才能拉动中国的内需，才能解决中共的问题。可是呢，中共的刚才2位专家已经讲到了，中共是绝对不能让你们有钱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你的欢呼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欢呼？从这个角度上，我个人希望他们这个90天，或者是中共，咱们这次就 Bessent 你做到了是吧？你能够让中共按照你们的这个签的这个框架机制和协定，真的好好的去拉动内需，好不好？好好的呢去把你的工资方方面面都涨起来，好不好？不要天天冲击各个国家，好不好？所以我倒是愿意让这次他们天真一点，但是呢对中国老百姓好一点，否则的话，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那2战时候的日本，或者是90年代的日本，最后30年的低潮，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方伟，你们别判的那么绝对了，我们刚开始的啦，对吧？刚开始90天只是刚开始 reset。这个第一呢是大家讲的话是冷水煮青蛙好还是热水煮青蛙好？因为一上来这个关税啊，这个如果大家打得这么强烈，就有点像开水，你把青蛙丢进去，最后一定把旁边人也烫伤了，这是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你不能特别急啊，尤其是做外交。弯转的越大啊，这个老子说的“大弯若直”嘛，“大曲若直”啊，看起来好像他没拐弯，其实他拐了一个巨大的弯啊，就是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现在美国正在拐这个巨大的弯，很多的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理解到，美国其实正在转弯。这个转弯啊，我们在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向心力了啊，这是 U-turn 呢，这是对，可以感觉到这个向心力。因为中共知不知道？中共当然知道。那另外谈到的，我觉得你刚说那个意思很这个说那个话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很明显是就是供应方和需求方两边不平衡。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那很简单。哪边少你就补贴哪边吧，对吧？你这个需求不够，那你就补贴一下消费者，这不就需求就起来了吗？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政府的所有的钱都补贴到生产端，它的任何补贴历次任何补贴都是进生产端的，也就是说，他把钱明明是这边已经不平衡了，他还要往这边加钱，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在谈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原因有很多了，原因有很多。如果我们要谈，可以从这个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这个地方就开始谈起。他那个国家体制设置就跟你们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调控这个是他的工具，那边给老百姓有钱，那不是他的工具，那是被调控对象，他是没有办法调控老百姓的。短缺经济可以。我没有那么多东西卖，我可以发票给你啊！你们这是不许买，不让你买。但是过剩经济它是没有这个工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生产东西太多了，我怎么调控老百姓的消费呢？我没有办法，它这个政策工具箱里面它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去打开老百姓的钱包。把它抢出来去买东西的，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但他有的是在生产端，他可以控制税收，可以控制这个行政、工会啊、党委，他可以在里面建等等，他用材料等这个原材料、资金，他用很多方法，他可以控制这个生产端，就是这个企业。这个基因当中他就会这个，还有就能干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税收是以增值税为主的。增值税就是只要你生产出来我就收税，也就是说他的钱就是从你这收的。你那个消费不消费，我给老百姓存银行里了，或者地下挖坑埋起来了，怎么办？我这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但是在生产端，只要你生产10%几、20%几的这个增值税，我就给你先收回来。所以它对于中国这样的这种就是苏联体制这种模式的体制，它发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支啊，它都是必须去控制生产端，它也只能控制生产端，它的税收，它的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啊，这个控制社会的各种工具，都是建立在这个生产端企业的这一方面的。
所以他只有这个工具。那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当年的这个马斯克，他呢去特别喜欢中国的工人呢，又听话又自律啊，然后要给涨工资，不让涨。你没有工具，有外界的刺激啊，你连马斯克你都不让涨，那你马斯克能就涨，其他的所有你又政府补贴那些汽车行业，你把工人工资就都拉起来了吗？这个是外国资本家为什么特别喜欢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记得2020几年，就是薄熙来刚刚离开大连不久，大连有很多日资工厂啊，有一次就是闹了一个工潮，工人罢工，说这个涨价了啊，你们这个工资不涨，这个大家要罢工，结果企业就是日资工厂就决定给大家加工资，一下加了20%到40%，加很多。大连市政府和沈阳市就不是沈阳，就是辽宁就介入的，就是说你把这个涨工资给我撤回去，不许涨。然后这个日资工厂说，那工人怎么着？我们去搞定，我们去搞定啊！大连市政府去搞定啊！公安局、安全部门那个工会部门、工青部，哗就进去了，2、3个月是全搞定了。工人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工资照样那么低。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讲，多么的开心了，那是多么的一个黄金天堂啊！那样一个地方，所以那个马斯克喜欢上海，喜欢中国，这个太可以理解了。他那个对于资本家来讲，那就是一个天堂啊。当然，对当地的劳工来讲，那个就是地狱了。你能在外资工厂里面，那是地狱里面的这个天堂啊，地狱里的天堂。其实您刚才讲到这，已经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那就是谁不让中国，你内需拉不起来，是你的所有的体制所造成的。老百姓这么苦，没有工资，是谁造成的？现在在中国宏大的叙事当中，他怎么讲的？是阻碍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发展，阻碍的谁的发展？他只是这个中共的这个组织，它的意识形态，而老百姓在这里边是越来越苦。那么所有这一套加重了生产的这套机制里头，就造成产能过剩啊，老百姓买不起啊，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整个倾销到世界了，人家世界都在对你关门呐，可不是美国，包括俄罗斯。这次是有乌俄战争，如果没有乌俄战争这次的话，俄罗斯对中国的产品是防范的非常严，是不允许中国的很多东西进到俄罗斯的。直到这一次战争之后呢，西方的美国的企业撤出了，加上他需要这样的战争的物资，才有中国的产品呐等等大量的进入俄罗斯。你说到这儿，我跟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和美国达成 deal 了，是不是习近平最后拍板？他说有可能。我说为什么有可能？他说习近平这一次去俄罗斯是带着另外的一个清单去的，就是可以大量的中国产品可以转移到俄罗斯去。他说你看啊，结果普京说了一句话，说你把工厂拿来。对，回去查了一下，是这样，他有这个要求。你把工厂拿来，也就是他的这个话的潜在意思说，对不起，你那些货你就别拿来，你把生产能力给我拿来。他说这个话讲完以后，习近平讲的完了。这哥们儿靠不住啊！我这么多东西我往哪儿卖？这是本来以为俄罗斯可以卖不了，那就打电话，咱们还是贵了吧？让这边谈判去。他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开玩笑这么讲。我说这个也 make sense 啊，也说得通啊。前2天他不刚公布了4月份中共的出口的这个数字吗？他这个数字呢增加了8.1%，超出所有外界的预测。可是呢，它的结构完全变了。其中呢，美国的市场降低了21%。然后呢，东盟、非洲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增长了21%，这意味着什么？这21%别的任何的市场吞不下去的，对吧？但巨大的顺差，一共5000多亿的顺差，现在呢，刨去你的军费2300多亿，你比你整个中共去养军队的钱，在美国赚的钱还要多1000多个亿，美国能不能允许你做下去？你这样的压榨中国老百姓，永远不给你们钱，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哈。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在为中国老百姓在喊呢，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我是希望这90天啊，方伟就让 Bessent 天真一点吧，我希望他的天真能兑现啊，中共这回能兑现。我看到不少人说这个贝森特是很棒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对外谈判的人啊，I never thought so，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天真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么做啊，就你看川普把中共本来是已经堵在一个笼子里头了。他现在这么放水，你还怎么去说服别的国家去赌他的东西？
都跟着会学。川普前面1个多月做的，现在其实是白做了。送出非常不好的信息。你刚才说的哈，就叫做什么？叫做要富民，对不对？对，要增加这个叫做购买力。你要是把关税从145降成30%，或继续往外走，对，根本轮不到你做那件事情。所以呢，就是延续已经发生的一切。当然，华尔街很那个，华尔街看的就是短视，对不对？现在这个下个月不是下个月了，今天这个股市好他只看他的股票。在有一句话，在华尔街，10分钟叫长线投资。所以因为他现在用那程式交易，就几秒钟啊，就是买进来那边就卖了。这样吧，这个我本来哈，我在 X 上我都是只写中文的哈，就因为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我要开始写英文了。我@一下这个贝森特和川普，看他们能看到。不用着急，方伟，我觉得我对纳瓦罗、对川普，包括蓬佩奥，我仍然是比较看好的。我们光这话题讲了50分钟了哈，我们要 move on。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那你们觉得，那方伟呢？觉得这个贝森特太这个太天真了，可能又被骗了，那你们就给方伟点个赞好不好？打个1。那你同意啊？那不同意就别点赞了哈。对。但是你要觉得高杰这个可能也有道理的，你别忘了给高杰打一个2啊。那你说石山老师分析挺好，你就给他打个3好不好？这叫点赞哈。我就是阿三了。这是分别点赞，分别点赞。所以我刚才说了，你要看到川普的这种决心。所以今天他的这个降低药价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在美国国内，这是过去几十年2党都达不到的，包括肯尼迪，他们自己也是喊呐喊呐，他从年轻就开始喊，现在当上了卫生部长，他终于今天拿到了这个行政令，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川普，他不纯粹是一个商人呢，你知道要给他捐钱的这些大的药厂集团的，围绕着他们去做 lobby 的。我看到呢，就是班农啊，他们都在分析说，有的呀，1个议员周围有3个药厂的人围着游说，至少是人盯人都跟着一个药厂的利益集团者。川普有人要给他1亿美元赞助他啊，就不管你大选呢各方面，那川普完全可以去做的呀，完全可以折扣啊。可是他这么大的力度啊，就把这个今天的这个药价，让美国人跟别的国家不能再做以前荒唐的事了。方伟总是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给大家讲讲到底美国人跟外国人买药差多少啊？这个对，我早上节目已经说了哈，这举一个例子嘛，血栓药，美国造的血栓药，这个血栓药现在在美国1个月哈，你如果是联邦健保的话，1个月花606块钱，那么呢，同样的药呢，在瑞典花114块钱，在日本花20块钱，一模一样的药。同一个厂、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药就差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主体最大的原因哈，就是因为美国的药厂说，我有很多的研究经费，对，你不让我赚钱，我就没法再就是创新了，对。那么可是呢，他要去收这个研究，要卖到那么贵的时候呢，各个国家哈，就代表他们国家的消费者跟这些药厂谈判，就是国家跟你这个叫做什么企业谈。你不答应，你不给我便宜的话，我不让你进来。对，就这个方式，其实就是跟关税一样的嘛。没错。结果他就想说，哎呀，反正美国人愿意付这个钱，美国是自由市场，美国政府不来跟我谈判，美国的联邦健保不跟我谈判。其实美国法律规定，联邦健保不能做集体议价的。所以那我在美国定价定得高高的，只要美国人不抱怨，我钱收回来了就行。那么世界各国就给你便宜，就是给你没有研发费用的价钱给你就好了。对，反正赚什么不是赚呢？对，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就是简直。所以呢，你看啊，我今天早上跟那个斯考森教授，他跟我讲，他在那个加拿大边上的一个叫做一个亲戚，去到加拿大买药回来吃，就过一个边境就便宜很多。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情形。没错。所以川普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是让美国当冤大头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所以呢，川普今天签这个行政令，就是说好。当然了，川普不能命令说你要怎么定价哈。首先这是违反自由经济的，其次他还没有这个权利。对，他说我联邦健保，因为美国有个联邦健保嘛，对不对 ？Medicare 他下面管的是7000万美国的老人，对，他们买药的这个钱，那这就是我的一个议价的这个方式哈。我呢，花钱买的药得是你在全球最低那个。最低价那个国家那个价钱一样，所以他就逼着药厂呢一定要强硬的跟外国谈判，因为他如果谈到很低的价钱的话，那美国市场他也丢掉，对，
啊，就这么个情况。他就在美国的盈利就是非常受影响。对，就逼着他们往上抬啊。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认为我是非常认同的哈。是，虽然表面上也有观众朋友跟我吵哈，说你这个政府进去干涉物价，你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吗？但是问题在于说，外国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外国政府通过集体议价已经打掉了美国企业的叫做自由竞争的这个空间。那川普这么做的话呢，就是把那个他打掉，就以毒攻毒吧，这么说好了哈，就是用政府力把政府力cancel掉，让他们可以有跟人家谈判的这个叫做什么自由定价的某种空间跟权利。对，我相信也是跟现在美国必须要走这一步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美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30几万亿的这个国债，对这个国债。这个联邦债务，它最重要的这个花钱的大户就是这个 Medicare，还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就这两项最巨大的，但是这两项却是美国政府不能去压低它支出的部分，这个是非常荒唐的。就是你一个大血管在拼命的漏血的时候，你去补那个非常细小的血管，什么这个当然这个补也是对的，像那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这种东西，一年400亿而已。对，一年几百亿，一年几十亿，这种你去拼命的补，那个是哗哗的在流，你必须把这个补起来，否则美国的债务绝对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个债务里面，你大家都就知道，这个钱非常巨大，有很多的在这个里面的钱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钱，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药物的钱，这个药物的钱可是大头啊，巨大的一个大头。如果他能把这个钱省下来，假设30%，对美国的这个整个联邦债务那个帮助会是非常巨大，那可能上百个国际开发署的那个情况都有。我今天看到这个小肯尼迪啊，他本身现在已经是从民主党里边出来了嘛，他变成一个独立的参选人。现在他今天有一段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几十年，他跟川普很像，在卫生领域当中几十年他一直在呼吁这件事情，他不断的在揭露这些事情。他今天讲这么一段话，他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一天，我在民主党长大，20年来每位主要民主党领袖都在向美国人民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也是桑德斯竞选总统的核心，消除欧美药价的差异。但事实证明，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做。政治家们常对选民承诺，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原因很简单，因为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制于制药行业。国会山上每位众议员、参议员，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呢至少都有一名制药的游说者，据估计多的呢高达3个人。制药公司和其他行业的游说支出是第2大游说集团的3倍。就是遥遥第一，这是人们谈论却无人想真正处理的问题，因为它触电。他们知道靠国会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现在有一位言而有信、勇气可嘉的总统。有人说，川普总统也从制药业那儿拿了钱，我听说他们给了他1亿美元，但他拿不动钞票，他们买不到他，不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政客，他真正为美国人民站出来。我不知道沃伦啊，那位女的民主党议员，或者是罗伯特莱西等人怎么说？他们说川普总统与寡头同流合污，但从来没有哪位总统比唐纳德·川普更愿意向寡头抗争。总统先生，您勇气可嘉，我为您感到无比自豪。我还想说，不好意思这么直啊，您的胆识过人，您骨气十足，愿意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我们占全球4.2% 的人口，却贡献了全球制药公司75%的收入。我们人均药品支出高达1126美元，而英国仅为240美元，他们只花了我们1/5。整个欧洲也是如此。如果你向欧洲人
如果你问欧洲人，他们会说美国必须为创新买单，否则就不会有新药。川普总统对欧洲伙伴说，你们也要为新药多买单，分担创新的成本。美国不再一肩挑来搞创新补贴了，如果欧洲把药价上涨10个百分点，那就是数万亿美元可用于创新，全球健康水平将受益，新药也会源源不断。我非常感激能见证这一刻，我从没想过有生之年能看到这种改变。我的几个孩子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是桑德斯的铁粉。当我告诉他们这件事要成真时，他们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们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实现。如今我们终于有一位愿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的总统。这是今天肯尼迪这段话录像啊，全网都在疯传呢，这件事情。这个人的背景，包括他这里面讲到的，他的儿女到现在仍然是桑德斯的铁粉，却为这件事能流下泪来。就是很多外边的人呐，不知道美国这药费有多么的痛，但是从他的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感同身受，或者是非常有共鸣，也被肯尼迪呢所感动。而我读这段话，我又回到那儿去了。川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商人，你怎么解释他的这件事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想救美国于他认为美国已经要毁灭的情况之下，他会放过中共再一次第二次骗他吗？他会当那个 stupid 的人吗？所以我觉得通过很多的事情，大家要重新解读川普。如果大家现在的媒体很多人对川普的解读仍然把他看成好显示、好这个利益，中共已经错判了。这次他们跳出来当反美同盟的老大的时候，他已经错判一次了，他必须要往回退，他调整他错判，进行一样调整。所以他这次调整，我觉得对中共来讲是没办法，他已经看到了川普的决心，只不过他在争取怎么能够给他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我还是对川普的团队抱有一个正向的看法。对，我想他刚才罗伯特说这段话哈，你用一句就中国大陆的话来说，这叫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总统，或者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富豪啊，他不是为富豪服务，他是为人民服务哈。在这一点哈，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为美国服务、为美国平民服务、平民买药服务的这么一个总统，跟他是一个生意总统，这一点并不冲突啊。没错，对我说他这个生意讲的是他在对外对别的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他怎么去打交道，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川普确实啊，这个人是为了救美国，觉得美国不行了才跑出来，就是说白了就是撸起袖子跑进来嘛。对，现在一批亿万富翁干这个事情，对，他身边全是这样的人哈。所以呢，我觉得呢，确实，我觉得对川普的意图跟动机，真的，如果再去怀疑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我觉得要么判断力太差，这个，要么就是这怎么讲呢？这个好像这个有这个存心不良啊，这个别有用心。对，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你看他是一个商人吗？他就是一个商人，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讲，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文明。希腊城邦就是靠商业起家的，他所有的西方都认为我们的祖先啊，这个民主也好，整个这个自治也好，来源于就是希腊诸城邦，所有的希腊诸城邦就是商业文明。所以西方的这些文明，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文明。商业文明，它那个商业文明和中国人说的无商不奸，这个东西是两种格式，它的 format 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当然这个要谈到这个文明起源、文化起源，这个非常有意思。它是很多商人结队包一条大船出去做生意，海洋文明吗？在海上。谁说了算？必须有个船长，必须他说了算。然后，但是你并不是这个船一到岸，对不起，你是你，我是我，这个是我们一个临时的契约。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甚至可以为这个临时契约而死。如果有海盗来了，我可以去打死了。但是我的货物你会帮我卖掉，拿回给我家人。就是它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的。但是一旦到岸或者一下岸，对不起，我不认你。这个有点像，你看后面这个西方的这个制度开始就往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我选了一个总统也好，你现在是领导也好，怎么样也好。任期到了，对不起，你就下去了，是吧？我才不管你呢。但是话又说往回走，所有的
真正改变一个社会走向的，很有意思，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很少有来自贫穷家庭的人，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毛泽东对，把中国的命运也给改变了。毛泽东他爹是往长沙城里面卖米的商人，也不是穷苦人家。哎，他不是那种特别穷的那种人。当然，我这话说的可能比较绝对啊，就是就是当你看川普总统的时候，他进来做总统的这个收益，远远比他做普通商人的时候要小太多太多。那所以他正因为他没有这个后面的财富的压力，所以他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为了钱啊，因为钱他赚不回。他也不是为了这个名声啊，什么这个名利这些东西，就相对来讲就远一些。但是有另外一些人，我这一当总统，我是名利双收啊，这个等等，那个受外界的影响，对他的真正目标的这种干扰，他就会大很多。因为他自己有钱，我要干这件事，你用钱来影响，你就很难影响。就是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一个经商的总统，别人用商业贿赂来贿赂他，反而更难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几件事情连起来的看的话，就是你怎么去看待未来的90天非常可期。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中共像你们两个所分析的那个样子，我第一次骗你，第二次我还有各种花招，因为他这个芬太尼很让他们高兴啊，这是凭空中共生出这么张牌来，他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一直谈不下来。现在关键时刻他让步了，那么这些都可能换来一些交易。那么这些到底能持续多久？咱们不妨去看着哈。大家要真的是要看清楚，美国人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看这个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放到中共那个地方，就是假话，大家都说这各有巧妙不同。我怎么骗你？我是一定会骗的，这戏法嘛。但是这里面的各种巧妙是怎么样？你非要去甄别他每一个手法是骗了还是没骗，那你最后一定上当。你要知道他就是为了骗你，那你才能搞清楚。他就是骗子就够了。对，好吧。那下面问题，我觉得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汶川地震，好不好？确实啊，为什么现在讲汶川地震呢？先简单说一下，对于可能很年轻的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了，就17年前的事情哈。2008年的这一天。5月12号这一天，对不对？在四川这个是汶川哈，汶川是8.0级地震。那么现在的官方的数据说是6万9千人遇难，18000人失踪，37万人受伤啊，然后2000万人，1990万人叫做失去住所，那等等之类的，是中共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官方做很多怎么讲回忆的一些片子哈，对，纪念的片子，纪念当初如何感人呐，这个如何这个怀念当初啊，以及说当时的好人好事之类的。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选题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汶川地震，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小翔，你先说说，你觉得我们能谈出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2008年5月12号的这次地震呢，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啊，其实是有一个重大的转折。为什么？因为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凸显了一个力量。就当时啊，发生地震很惨，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全世界援助，全中国老百姓自发的开始援助。这个时候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就原来的包括这个民间的各种公民组织、各种力量，大量的涌入灾区去筹集捐款、筹集物资往里面送。你很难想象的，当时最早冲入灾区的是民间的人，是民间的人，包括四川本地的很多人，就用摩托车直接组织，就是这个非政府组织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装上水啊，装上食物，装上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往里开。那汽车开不进去了，他们就摩托车就这样进去了。所以第一个抵达这个灾区的很多都是民间，不是官方的。其实这个结论早就有，就是官方的由这个体制性的这种救援
一定是比民间慢，一定是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但当时确实这样发生，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在背后做援助，这个时候就涌现出来一大批的这个民间的这种力量啊。这个我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从2008年以后就开始刻意的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所以从2008年，认为这是他们是威胁。对，这个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威胁。到了2010年到11年、12年，基本上这个原来的这种所谓的 NGO 就全部给打掉了。我们看到，大家可能知道许志永，就是中国公盟的那个，他就是踩的比较硬的，因为他就是公盟，就是公民联盟嘛，就是公盟。最后他为什么会判的这么重，会抓得这么狠？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在打压中国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和这个 NGO 的过程当中，许志永就一直抵抗，就非得抵抗，最后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啊、罪行，现在判得非常惨。就是到了后期，你看到了现在，到了2012年、13年、14年，到当今这个时代，中国公民力量的这个就民间社会基本上全部给打掉，又回到了我看这个改革开放早期那个时代，大家有赚钱的欲望，有赚钱的组织，但是没有民间对社会服务的组织，已经基本消失了。这个对中国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能怪地震吗？当然我们不能怪地震，只是这个它是一个现象，就是在2008年这个地震涌现出来，当时这个中国民间社会的这个成果体现出来了以后，引起了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就觉得这个不得了。这个太可怕，他们有钱有力量，他们有资源，他们有动员能力，有组织性，这个可以做到的事情，让共产党完全这个预测不到，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危险，所以一定要把它切掉。所以我们想起来，当年这个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的真实理由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有一个在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这么一个力量，一个组织。他们能够有这么大的动员能力，他们有这么强的这个社会行动能力，这个太可怕，一定把它给消除掉。这个是，所以这个08年是共产党对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啊、民间组织宣战的这一年。就如果说过去要一谈民主啊等等，这是中共直接打压的话，其实呢，我觉得那段时间，中国有一段时间言论还是 OK 的，就是这些维权律师他们提出这种公民社会的这个概念，对。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好像他没反应过来，但是到了2008年，到了一个公民运动的顶峰，对。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中共就受不了了，而且我发现后来不光是这一次，咱们最近这几年什么大洪水啊等等，都有那些民间救援的团队主动到灾区，都给你演出去。当然，你要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话，你会觉得这不挺好的吗？老百姓善心，对不对？伸出援手在救的，你政府那么慢，我们做点不好吗？就给你干。现在他就是要怎么你要给钱，你给呀，给我来做啊。他其实就是这样，包括所有的这个捐款啊，有人要捐款，说我直接捐到灾区，捐给那个需要的人。那他现在发了一个词叫非法捐款，对，就非法慈善，那个韩红，对，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的香港、台湾、日本，特别是香港、台湾捐款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香港捐的钱占全世界捐给中国的钱的一半，200多亿港币啊，港币就是当然跟人民币差不多，这个数字。当时是你2008年。当时是基本上每一个香港人都在捐钱，演艺界在捐钱，企业界在捐钱，学校在捐钱，街道也在捐钱，所有人在捐钱。其实捐了200多亿，香港只有700万人口，捐了200多亿。你想想，很多这些大国，全中国老百姓啊，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现在我们算他10亿人，总共捐了多少？
总共捐了也就是不到100亿，几十亿。香港一个地方，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简直到了2014年、19年，当中国人在说香港是独立，什么是数典忘祖，是什么这个，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香港人多心寒。那个是非常心寒。当然，香港是一个，那个还有台湾。2008年，1997年回归，也就是11个年头，那个时候是香港对中国的爱国情绪顶峰的时候，对吧？然后我们回头看，迅速的滑落。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2008年的香港，1997年的香港，再看今天的香港，完全是。我想不仅是港人呐，我们所有外面观察者都觉得，哎呀，中共是什么？几乎呢用香港给我们重新演绎了一遍。我们也看到呢，这些人是怎么样那么相信这个共产党，那么相信所谓的中国的政府，然后呢最后他的下场是什么？然后汶川地震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就是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那些学校啊，没错，那些孩子。谈到豆腐渣工程呢，我必须是算我的私心吧，我必须提到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黄琦。黄琦呢是成都的一个算是异人士，或者是他是一个维权人士吧。他主要的他那个网站叫64天网，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最早在互联网上来做抗争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我有私心呢？因为我以前呢经常打电话会采访他。他每次都说：“哎，我看来最近危险了。”我答应过他，我说：“如果你再进监狱的话，我每年我都会定期把你的案子一定会谈出来。”我说我别的做不到，但是我一定会为你呼吁。他是一个，孙文广教授是另一个。孙文广教授到现在完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啊。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去世了，官方把他挡住。因为当我最后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80了，快80了。所以这个，但是黄琦在监狱里面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黄琦当时就是曾经跟大家一起要去灾区，他去灾区就是要统计死亡学生的名单和那个学校倒塌的情况，他就需要很多人。你想想，他是一个网站，很多人有不满，要向他爆料，然后他向外公布，这个过程当然就是中共打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他在那个之后呢，确实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打压。黄琦他妈妈80多岁哈，要到监狱看他，当局一直就不允许，直到他妈妈过世哈，都不允许去看。像这种例子，那当时呢，在这个汶川的地震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值得我们去回忆的。那除了豆腐渣工程呢，其实你说那个地震，或者是能不能够让大家能够反思，能不能避免吧？当时呢有个叫做叶志成还是叫什么一个老师叫最牛校长，那很多在知乎上还把他叫做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穿越者？对啊，这个校长呢，叶志平，对，他是用了13年的时间就做这么一件事儿。他做成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学校里边2300多个师生一个都没死哦。他用了13年，他用自己的工资在到处拿钱把他们自己的那个柱子从多少厘米吧变成更加固啊，不断的在加固，因为他那个地方他知道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对，他一做这件事情呢，要钱，政府刚开始还给，后来都不给了，他自己掏钱，然后呢天天就做这件事情。老师都受不了了，他把这个加固做完了之后呢，又花了3年时间，天天训练这些老师和学生，每天做防震演习，到哪块去怎么跑，怎么迅速离开，到哪去集结，把后来你知道吗？这个校长啊、家长、学生、教育局都批评他不务正业。结果呢？就那天地震的时候，他的学生老师一个都没有死亡哦。然后呢，他自己过了几年以后，他过世了。还有很多人是叫做积劳成疾，脑溢血去世的。对，他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挺令人感动的。因为地震当天他不在。他不在那个地方，他不在学校，他到外面出差，结果发生地震，他也回不去，他打电话找老师，这个接通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跟他说：“校长，你放心，我们按照平时演习的情况，这1分钟之内全部师生全部撤走，而且学校校舍没有倒塌，一个人都没有死。”这个人坐在地下就放声大哭。
13年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当时呢，所有的让大家震惊的就是你豆腐渣工程是学校教室全垮了。对。压死那么多的孩子，那为什么人家这个校长自己掏腰包能做了这件事情？那些希望小学捐了那么多的钱都哪儿去了？把这个房子给学生的房子建的这个样子。当时有几个人就专门调查这个事，包括谭作人，包括陈壮飞，有好几个，最后这几个人都被判刑，他们最后调查，最后这个数据，学生到底死了多少？有多少学校？是这个倒塌了，学校为什么被倒塌？这个希望工程的钱捐进去以后，到底是多少被建了学校，多少被乡政府、县政府给拿走了？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的一个总结，没有任何的一个报告，内部有没有调查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没有人被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任何一个灾难，中国人老说多难兴邦，任何一个灾难发生，一个事件发生，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当我们不能从我们的悲剧里面学习到这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学习到该学习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证明下一次还会发生，会发生同样的事。今天那个自由亚洲就有一个报道嘛，这个女妈妈叫周兴荣，她是绵竹四川绵竹的遇难的家长。她每年512这天呢，都要回到孩子被压死的那个校址呢去祭奠，当局不允许，连祭奠都不允许。然后呢，她一直在争取17年了，当时当局所兑现的要给多少补助嘛，抚恤金嘛，全都没有拿到啊。还有他说，你们这个孩子死了，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孩子死了怎么办？你们可以再生一个。那你想那个时候如果孩子几岁10几岁，那可能父母确实还可以再生。然后当局是承诺说你再生以后我们有补贴就给你什么什么，这个补贴从来没有兑现过，对吧？你连这种事情都不兑现，你怎么能去？那我们看到最近在泰国、中国的，你是国家级别的这种工程公司，你建的楼居然人家泰国那个烂尾楼放那10几年人都不塌，你的这个楼刚建的还没建完呢，还据说是专利的这种什么结构，结果塌的这个样子，你对自己国人的这个豆腐渣，你都跑到整个国际社会上去了，这不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吗？你反思了吗？你不但不反思。你这一套的机制，这种做法就肆无忌惮的到处泛滥。对，关于这个多难兴邦我真的得讲讲这个多难兴邦因为我确实查了一下，我想讲的是台湾的多难兴邦。1999年呢，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叫921，对吧？集集地震嘛，是7.3级2400人死掉，很多房屋倒塌。那确实暴露出很多台湾的叫做豆腐渣这个工程然后呢，第2年就开始把加州的叫做防震标准就引入台湾，强制建立叫做建筑结构的审查机制。那么但凡是头重脚轻的房子全部都得重做，包括学校、医生、公共设施和这个社区老楼都这个叫做政府出来补助来加强它的结构，再加上什么这个隔震系统制震设备像101那个大楼那个球就那个阻尼系统嘛，对不对？对。结果这个台湾地震后来这个101晃来晃去的，稳稳当当的没错。那么结果呢？然后到2016年，台湾有个叫做台南美浓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就死掉117个人，主要是大多数人104人倒在一个大楼，这个叫做维冠金龙大楼。那么这个楼呢也是这个偷工减料，但是只倒了这一幢跟这个1999年就倒了这一幢，这一幢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按照新规范来施工的，是个老楼。那么再来到最新的，就去年2024年的这个4月3号，花莲7.2级，那个刚才说了集集地震7.3级，那么这一次呢，总共就只有13人死亡。所以台湾这叫做多难兴邦，对不对？震越震越强，对你不断的要进步，要往前。对，像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汶川碰到事情，谁去揭露谁去抓腐败，就把那个人抓起来，不抓腐败，抓揭露腐败的人。没错。那么，对吧？这种烂尾工程也好，这种叫做什么豆腐渣工程，长久就不断出来。没错，你要知道那个1976年7月。唐山地震死了24万，那个是唐山是中国一个大
型城市，当年就几百万人住非常密集，那种城市死了20几万人。这一次在汶川地震，汶川地震虽然在四川，它是在龙门山地震带，在这个整个成都平原的西北的这个方向啊，它往外走就是阿坝自治区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啊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你死了6万多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当局你没有这个是一定要调查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些楼房该怎么样建？尤其是在这些地震带上，你怎么样去避免下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不到任何报告，我也看不到任何处理，也看不到任何调查。为什么政府大楼不倒，学校倒？大家只要提这样一个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原因每个人都知道答案，就没有人把它捅破。那下一次只会同样的事情一定发生。是，所以这一块已经跑到这个整个国际上啊，这全世界都在震惊这件事情。汶川地震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红十字会的腐败的问题。我再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郭美美的？如果不知道的话，打个字哈，知道也打个字，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哈。郭美美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她的郭美美这个是汶川地震之后给揭露出来的吗？对，还是之前呢？我的印象之后。但是呢，确实是和汶川地震连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捐款，钱哪儿去了？包括之前的希望工程，结果呢，郭美美这件出来，让人真的那种心情，就是从那儿之后，没有人再愿意给红十字会捐款了。对。信誉整个就破产掉啊！中国现在的就是民间像这种捐款，基本上就很难发生。就像官方控制的这种慈善机构啊，包括这种救助机构去捐款的越来越少，少得非常非常可怜。现在中国人宁愿就是按众筹的模式，你在网上搞一个我要捐点钱，我捐给你个人，这个他也不像一个这个所谓的专业机构去捐款。这个是中国2008年之后的，包括郭美美事件，这个整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中国人，如果你想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整个看法是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会对社会的认识，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认识，对民族的认识，对这个社会道德这个整个运行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没有诚信，谁都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相信政府、慈善机构，包括人与人之间，什么都不相信了。对。然后呢，你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人，对海外的人也不相信了。所以你现在还能看到台湾、香港去给你大陆有灾难捐钱吗？看不到了吗？去年这几年大水，没有人捐给你钱，这就是你整个的这一套系统下来的。当时2008年我也已经都是在美国嘛，我其实在海外还有另外一个观察，因为那年除了汶川地震之外是奥运，对。然后呢，那一件事情是简直了，汶川地震呢被中共的这种宏大的叙事呢又是多难兴邦，然后呢，他这个到处呢去栽赃陷害，比如我记得当年2008年他就把一个大帽子扣到了海外的法轮功群体身上，说他们呢因为汶川地震，他在这敲锣打鼓庆祝，这根本就是子无虚有的事情，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那年呢，因为有汶川地震，整个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捐款，都在慈善募捐，为了汶川这件事情。紧接着呢，就是奥运会，当时我就观察到整个海外的华人，包括呢曾经64的那些拿到绿卡的这些人都认为呢，中国崛起了，这个奥运简直是国内国外简直都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的那种群声鼎沸啊，然后你现在回过头来，17年过去了，你再去看，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思索，不仅是国内的百姓们应该去思索，在海外的人我们都要去思索一个问题：我到底在为哪一个政府为哪一个国家再去欢庆？我到底在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所有的这种慈善也好，我们所有的这种呐喊呼声，那种为民族所骄傲的这种情绪也好，到底是在为谁撑腰？壮大了谁？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让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一个努力，让整个的世界对中国、对中国人更加的尊重？我们做了那样的一个奥运之后，我们最后造成的是2008年又加上美国的次贷危机，所以呢，整个全世界都把中国当成了叫做世界经济的救星。所以整个的从2008年后来呢，是中国是一路蹿升的这样一个速度，迅速的中共在全世界的崛起。所以我要去看汶川的时候，我会从海外的这个视角呢，能看到更大的一个 picture 的话，到了今天，我们又回到川普和这个关税呀、等等，相对这一对照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感慨。那么走到今天这一步，背后的这种深层的原因，中共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今天从美国到东南亚到俄罗斯到欧盟，全部都在防你如防猛兽一样，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叫多难兴党哈。兴不了帮兴党。哎，我这么说，今天其实我们在 X 上有连这个账号哈。所以呢，在 X 上有这个 X Space，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我们导播有没有准备好？能不能接？如果我们现在接一个听众的 call in 进来哈，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好的。所以观众朋友，就说听众朋友，您可以在 X 上的话呢，您可以就是要一个麦克风啊，我们举手。接不进声音能进来吗？声音能进来吗？声音可不可以接进来？接不进来。OK， 好吧，那就只有我们下次再来尝试这件事情了啊。行，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对，我们是特别希望跟大家能够有互动。对，如果技术上能解决的话，这种互动呢，可能这个对所有人都有帮助。我们不说是对听众观众有帮助，其实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动。对，所以以后呢，请观众朋友哈，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尽量的在 X 上连上来哈。那么 X 这个方伟的叫做 SOH 方伟 ，SOH 方伟拼音大家可以搜一下，或者就搜方伟。那么可以这个订阅就是 follow 一下哈。然后呢，以后的节目中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可以跟我们直接对话。好不好？非常拜托啊，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我们能替你们说一说话，因为很多的真话你们讲出来，在国内可能有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希望呢，中国的人日子过得会越来越好。我们不希望呢，过去的那种苦日子呢，再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重现。那么背后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什么办法才是最好的？我们一起呢来去探讨。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哈，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 break 哈，明天就没有节目哈。接着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啊，请大家能够锁定这个节目哈，记得就是走之前呢订阅一下，这样节目出来的话呢，就可以收到通知，好不好？特别新的观众朋友哈，订阅一下，我们会坚持做这个节目。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订阅哈，这样就不会错过这个节目的通知。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喽。OK，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叫做什么？上午好哈。对，美国的朋友晚上好。See you next time，拜拜。拜。